赛车界有这样一个传说，初次来参赛的年轻勇者们，如果在国际汽联设下的迷宫里迷失了方向，只需要拿出爹妈临行前给的盘缠，一同一辆车或者一具引擎一起丢到湖里，就可以召唤天启四骑士中的一位，在随后的旅程中披荆斩棘，大杀四方。这4位骑士在漫长的赛车史里可谓是战功赫赫，名扬四海。扯远了哈，相信大家如果经常看 WEC、IMSA 这种原型车比赛，应该会经常听到4家公司的名字 ：Orica、Ligier、Dallara 以及 Multimatic。我呢准备新开一个坑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4家公司的历史。那么这一期就为大家带来 LMP2 组扛把子雷诺的好基友，来自法国的 Orica。Orica 的全称为 Organisation Exploitation Compétition Automobile， 由 Luc de Chonac。肖纳克先生，就是那位终点一跪的时候流泪的老人，在1973年创立。老爷子也很会选址，直接开在了马尼库尔赛道旁边。刚成立的时候 ，Orica 主要投入在了 F3 这种中低级方程式赛事里。到了80年代的时候 ，Orica 已经在法国开出名堂了，像普罗斯特、阿莱西、拉菲提这些 F1 车手都在 Orica 效力过。所以呢 ，Orica 在90年代开始进入更多的赛事中，包括房车赛、拉力赛等等。但是当时他们最有名的成就其实是和马自达一起创造的。那个时候，马自达车队的顾问是传奇车手伊克斯，他先前和 Orica 在达喀尔赛场上合作得很愉快，于是推荐马自达让 Orica 来协助参赛。所以在1991年的勒芒，是由 Orica 负责将3辆 787B 带到赛场上。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，马自达拿下了那年堪称混乱的勒芒大奖赛冠军。Orica 经此一战之后名声大噪，过了几年又拿下一个大客户，来自大洋彼岸的克莱斯勒。95年正值道奇蝰蛇换代的时候，克莱斯勒希望新一代的跑车能够大幅提升操控性，并借此打开欧洲市场。好比45年美军登陆诺曼底解放法国，这次轮到 Orica 把力量借给山姆大叔了。话说当时 GT2 组别的排量上限是8000cc， 而蝰蛇搭载的 V10 引擎刚好卡在了7998cc， 应该是 GT 组别历史上排量最大的赛车了吧。总之结果就是他们真的如同一条巨蟒一样大杀四方，连续3届勒芒大奖赛的组别冠军，3次纽博格林24小时冠军，5届 FIA GT 锦标赛总冠军，还有数不胜数的地区赛事冠军。这下克莱斯勒终于可以和福特 GT 以及科尔维特在一个桌上吃饭了。多年之后，当丰田决定重访勒芒的时候，也找来了 Orica 帮忙运营。所以说 Orica 真是勒芒大善人，只要你问，绝不私藏。但是 Orica 帮助最多的其实不是这些大厂，而是无数小规模的车队。那么这就要从07年的一场收购说起了。如果大家在这几年关注过勒芒或者 WEC 以及 IMSA 这几项赛事，你有可能会发现在 LMP2 组别里面只有一款赛车，就是由 Orica 打造的07。那么 Orica 是如何做到统治这个组别的呢？2007年9月 Orica 宣布收购法国原型车制造商 Courage。Courage 的意思是勇气，但我从没想到原来这也能是个姓啊！这个公司的名字就来源于创立者的姓。Courage 有着几十年的原型车制造经验，在使用保时捷引擎的时候还有冲击领奖台的实力。Orica 看上了 Courage 深厚的车架设计能力，将其招至麾下。Orica 首先将 Courage LC70 进行改进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赛车01。随后在2011年开发出了使用 LMP2 新规的03。03在很多方面都沿用了01的设计，比如整体的空力套件、车架与防滚架的结构等等。同时03也可以兼容多款引擎，当时大部分车队选择的是日产的 VK45 V8 引擎，也有的选择 JOD 改装的宝马引擎。因为有预算帽的关系，03的售价被控制在了34万5千欧元以下。在那个时候 LMP2 里面厂商之间的竞争还是蛮激烈的，像本田、劳拉、Zetec、摩根等等都有参与的。那 Orica 03在欧洲、美洲和亚洲的勒芒系列赛里都有不少的客户，
一共拿下了27场比赛的胜利。同时呢，奥瑞卡手上的另一个项目是给 Rebellion Racing 开发一款 LMP1 赛车。因为原来给 Rebellion 提供车架的劳拉破产了，所以奥瑞卡被叫来当救兵。结果2014年，奥瑞卡居然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造出来的 Rebellion R1 赛车，是真的牛逼。而有意思的事情就出现了，当时 LMP1 和 LMP2 赛车的宽度被分别限制在了1900和2000毫米。而奥瑞卡的新款 LMP2 赛车05，由于沿用了 R1 的单体壳，所以05的宽度也只有1900毫米，而同时期的对手们还是用满了2000毫米的范围。这边插一句哈，关于05的车宽，网上的数据是有争议的。奥瑞卡的官网上其实说05宽1990毫米，但是其他所有的信息源，包括 WEC 官网，都说05的宽度是1900毫米。Anyway， 你只要知道奥瑞卡提早造出了1900毫米宽的赛车就行了。那么这就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。2017年，全新的 LMP2 规格将车宽缩小到了1900毫米，和 LMP1 一致。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四幻神都推出了符合新规的 LMP2 赛车，但是因为05赛车早在2015年就开始参赛，相当于奥瑞卡比别人多了整整2年的时间去测试验证更窄的赛车。果不其然 ，Dallara、Ligier 和 Multimatic 的新车每个都有不小的问题，而奥瑞卡的新车07基本就成了火星车，打的其他赛车都找不着北了都。后来 FIA 开始和面行动，允许其他3家对赛车进行升级改进，但完全冻结07的设计。奈何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，各支车队纷纷投入奥瑞卡的怀抱，使得 LMP2 组别变成了07赛车统规赛。截止目前，奥瑞卡一共生产了超过140台07赛车，其中有几台被 Alpine 拿去贴标了。07甚至还有高攀的实力。之前 IMSA DPI 组别的讴歌 AIX05 以及 LMP1 的 Rebellion R13 都是基于07升级的。哦对了， R13 后来也被 Alpine 接盘了，成为了 A480 赛车。那么现在 Hypercar 时代的奥瑞卡在干什么呢？和自己的竞争对手一样，奥瑞卡在 IMSA 和 WEC 都有涉足，只是方式不太一样。两边分别是2台不一样的赛车。IMSA 那里是讴歌的 ARX06， 而 WEC 则是 Alpine 的 A424。讴歌在美国跑的还可以， Alpine 的话稍微有点拉胯。我觉得如果他们换了更有竞争力的引擎的话，还是有不少进步空间的。正在开发中的杰林赛斯和福特的 Hypercar 也都由奥瑞卡提供车架。那么这期就是对原型车四幻神之一的奥瑞卡的介绍了。大家下一期想看哪一家的呢？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告诉我。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我是车神，下期再见。